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大池小老板啊，我是林亚瑟。这一集我要讲一个想很久了，终于要讲的一个主题哈，那就是我心目中的美甲学校。好，顺便提一下美甲学院跟美甲补习班。所以这一集要来讲我心目中完美的想象的希望要有的美甲学校。今天有特别来宾 Peggy 老板娘，我们今天是聊天吗？我来上亚瑟的节目。对，你没有看过我的稿，可是我没有 set 这样子头发看起来乱乱的。没关系，这次 podcast 有很多人是听。可用听的吗？那好吧，那你们就听我美妙的声音就好。好。可是我们 podcast 没有什么人听，就是大部分还是不行啊 YouTube 上面多。那这样子我上节目就等于是没有用啊。那你们一听到我的声音的话，一定要在下面按赞，知道吗？这样我才知道你们支持我，按赞哦。然后你觉得你心目中的美甲学校是什么样子？跟我在加拿大一样，念的是一样。我觉得学校顾名思义，学校就是你不可以分任何品牌，必须要把什么叫做指甲问题指甲，然后从头到尾讲得很清楚，然后每一个品牌的优缺点在哪里，你不可以有品牌之分，学生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再来就是上完课一定要给予学生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它不是只有上课加练习20-30个小时，而是要另外练习几千个小时，那才叫做学校。不错，刚刚好符合我们今天想讲的东西，一个完整学校的规划。今天刚好要讲这个部分，基本上很多内容是从温哥华的什么学校啊？你说我们学校 Blanche McDonald。那个字我不爱念，为什么？因为我都念得不标准。谢谢你的开场。好，我走了，楼上讲完啦，拜拜，按赞哦。谢谢老板娘的开场。好。补习班、学院与学校。补习班、学院与学校，在进入主题前再卡一个小部分来讲一下补习班、学院跟学校的差别。补习班它是让你去学某一个有目的性的东西，它教的东西很窄不多，然后只为了某一样东西而已。例如说像是学雕花啦，学画金鱼啊，学画一个玫瑰啊。那当然啦，可能补习班也会教怎么处理砍甲啦，怎么处理严重的扇形啊之类的，它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学院呢？学院基本上我觉得它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把你从不会教育到会。也就是说，在指甲这方面来说，一个学院的功能应该是把完全不会的人教育成一个合格的，绝对可以立刻开工立刻独当一面的美甲师。我这边讲的是美甲师不是那种在补习班以为自己学完就出来就发现什么都不会，然后还要去美甲店熬个1-2年才终于学会怎么当美甲师的那种人，不是我说学院基本上出来之后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再来是学校，学校呢又要比学院再多一点，它基本上是连你往后的人生的规划都要帮你准备好。也就是说，你从学校出来，你不但是要是一个很棒的美甲师，还要是一个懂得推销自己，有完整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很多作品，也知道该如何去开店，或是如何开工作室，或者是你想去一般美甲店当一个美甲主管也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安排。那么今天我想讲的部分，就是我心目中希望的美甲学校是怎么的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工啦。指甲课程的部分，在这部分我们分成人事时地物5大部分来讲。那为什么分成5大部分？是因为老人家这个记忆不好，分开太多会讲不清楚，所以刻意分成5个。所以其实有时候前后顺序不是那么顺，但是没关系你们就强迫听听。来，指甲课程部分，人付费指甲模特儿。一般4到6个人，是的，我心目中最好的美甲学校，它一个班级应该就4到6个人就好。为什么选4到6个人？那是因为这样老师才可以去照顾到每一个同学，他才可以有能力去握住每一个人的手，他才有机会去和每一个人做1对1的接触跟教学，这很重要。然后当然人也不能太少，人太少的话，同学们之间就没有练习的对象，也没有一个同才之间竞争的一个感觉。这边提到付费指甲模特儿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因为老师很贵，场地很贵，原物料也很贵，教学也很贵，所以我们希望来的那个美甲模特儿，就让学生练习的那一个人是有经验的，他可能是专职的美甲模特儿，还有可能是指甲店长期的客户。学员在帮他做指甲或是推干皮啦、修型啦、处理印检的时候，
美甲模特才能回答给你，反馈给你说，你做得好，或者你做得不好，或者是这边有没有弄痛，那边有没有弄不舒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老师亲自授课，助教辅助。在上课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有一个专职的老师，也就是说在上课的期间老师是完完全全在教室里面专职的老师服务的。另外呢，还会有一个助教是做一些行政工作上课的时候做行政工作，然后平常下课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辅导的事情。每日带状课程，每日带状课程。什么是带状课程？那当然是周一到周五都上课的课程。举个例子，纯举例下午的2点到5点，1天3小时，这样子一周就是15个小时，一个月就60个小时。那我们上个一季就180小时，半年就360了。所以一个完整的带状课程应该要长达半年，大概360个小时。然后每一个月上完之后，可能休息个几天或休息1个礼拜这样子，所以中间有休息时间。那为什么要带状呢？因为带状才能够不停的练习，每天上午上课，下午练习，晚上可以接 case，好厉害，类似这样子的概念这样子的话才能让你专心的成为一个优质的美甲师。另外D 和美甲店分离，是的，和美甲店分离，在我们坊间有很多的美甲补习班，或是再简单一点就直接去美甲店学指甲，他们基本上就在美甲店内，然后找一张桌子就这样随便学，零零星星的，然后有时候还会被客户打扰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真正的美甲学校，他在上课那个教室应该是和美甲店分开的，也就是说美甲店的客户是不会进到那一个空间里面去的，它是个独立的空间。为什么要独立的空间？那是因为学生上课是需要很专心的，然后也要花很多成本，所以说不应该被打扰，他也不应该有害怕别人会不会走进来，害怕别人会看到你做不好的事情，这是不行。所以独立于美甲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需要独立的教室。好，职业用的器材与原料，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用了职业，我用的职业是指说执行业务的职业，而不是说做这个职业的职业。很多人在学美甲的时候，或者学任何一件事情刚入门的时候，会习惯用最便宜的东西，用最便宜的原料，用最便宜的器材，用最便宜的物件。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打算要把一样东西学好的话，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用最好的东西，但不一定用到世界顶级的可是就是要用你以后职业的时候会使用的那一个等级，才不会浪费时间去学怎么和不好的笔、不好的凝胶、不好的灯、不好的磨机去跟他们共存。那如果说你今天在一开始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克服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么你的技术就没有办法继续精进，因为你花太多的时间在克服烂东西上面。所以在一开始学东西的时候，原物料材料就要和未来你上班的时候，未来你工作的时候用的等级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刚才前面已经提过，就是上课的部分，就是1天3小时，然后带状课程。可是同样的，我们还会有课后练习的部分。那课后练习的部分一样分成人事时地物5个部分来做一个介绍。来做一个起球，不是介绍，我咋这么厉害？来起球，来人，免费模特互相练习。在正式上课的时候呢，会希望能够启用付费的模特儿，就是我付钱给他，专业的模特儿回馈正确的感受、正确的状况。可是在课后练习的部分，我们就会倾向使用免费的模特儿以及互相练习。也就是说，学员在非正式上课的时候，就是练习的时间自己练习的时间，他可以去网络上面找免费的 model， 可以找自己的朋友，甚至找左右邻居甚至是看同学们互相练习，我觉得这都不错那一来是因为你不能够一直练习一样的人，你要练习不同的人，接触比较多的群体；二来是因为练习的时候，它本身的时间成本没有这么高，所以使用免费模特也还 OK。因为各位应该知道，免费模特其实放鸽子出事情迟到的状况其实很多的。然后再来是互相练习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当你没有约免费练习模特的时候，有时候学员之间可以互相练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知道别人不正确的手法或正确的手法，互相切磋。好，是助教跟班，老师抽验。
在课后练习的部分呢，我希望的事情是上课的时候在后面做一些杂事，那个助教是要在课后练习时候跟班的，也就是说助教呢负责在课后练习跟班，那老师呢是要在上课的时候跟班。那老师在练习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老师应该就是忙他自己的事情的啦。举个例子来说，老师可能在练习时间可能在其他班教正职的课程，或者是老师可能就是去美甲店忙美甲师的事情的。可是因为老师呢还是在同一栋建筑物里面，所以说如果当同学有些问题，或是有一些需要老师检测、需要老师抽验的、需要老师看一下的时候呢，就可以请老师有空的时候上来瞄一下。那大多数的时候呢，是由那个助教跟着练习的同学一起做练习，也可以帮他们修正一些他们的错误。10每日带状课后3小时，也就是说我希望这个课后练习的部分一样是3小时，可是它是放在课后的。例如说我们这次上课的时候可能是下午2点到5点，那么我们练习的时间可能就抓晚上6点到9点3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是每日带状，所以每天都开，每天都有，每天我们都准备场地，也有准备助教在那边等着大家，这样上课练习一直不断的重复，一直不断的重复，才能越来越厉害。D 原本上课的教室，没有错，原本上课的教室，也就是说我会真的帮你留一个完整的教室给你们那一群人，那4个人、那6个人，那个教室是你的，那一天里面呢也负责上课，也负责做练习。那个教室里面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灯，会有比较好的桌子，也可以带你自己喜欢的比较大型的一些器械在这边放着。这样子的话，可以熟悉场地、熟悉位置，也可以让你直接就是用以后美甲师上班会使用到的环境来做现在的学习的环境。我这样子才有精进嘛，总不能上课的时候一直拿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小小的移动式的凝胶灯，移动式的磨机，那这样子的话就无法和上班时候用到的凝胶灯跟磨机做一个接轨了吗？练习的成品需要留存。这很重要练习的成品需要留存。基本上在上课的时候教完各位之后，那时候大家已经做得乱七八糟，这是很确定的事情。可是练习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做得很好。假设例如说下午上课的时候学了某样东西，这时候当然学得不是很好，可是晚上练习的时候就是重复练，也许做出不错的成果来。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拍照咯，处理之前、处理之后，剪干皮之前、剪干皮之后，画了小画之前、画小画之后，这些部分都要拍照留存做保留。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要建立起你自己的个人形象、个人宣传，建立起你的这个作品集。作品集不是只有单纯的一本书而已现在是多媒体时代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帮大家做完整的资料归档，这后面来讲。美甲实习部分，美甲实习的部分大致上可能是在学了2-3个月之后，美甲学员准备要离开新手村要开始迈向残酷的现实的时候，这时候会给他一个美甲实习的一个部分。美甲实习部分一样分5大点。第一个人，收费美甲模特实习新手价。在美甲实习的部分，我的想法是，例如说下午上课，那晚上呢，那3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拿来做实习的。为什么特别讲是实习的部分，而不是讲练习的部分呢？那是因为人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免费的时候，你对所有东西要求都很低，然后在低价的时候要求就高一点点，然后原价的时候要求就很高。当你是付高价的时候，要求会高到天上去。所以身为一个美甲学员，你不能一直做免费的东西，否则的话呢，你会一直接触一些很低要求的客户，会一直起不来。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做收费的美甲模特。也就是说，假设今天做一个指甲可能要1000多块钱，那这时候我们可能收个300、400收一个工本费。那等你慢慢熟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给一个实习新手价，也就是和美甲店合作，假设今天做个指甲要1500，那可能来个指定花色、指定款式，可能半价750块，收个新手的价格，然后让我们的学员去做一个练习。一方面也可以累积作品，一方面也可以和真正的客户做接触，了解到真正付钱的客户他们的要求有多刁钻，知道自己有哪些部分需要精进的。4满足客户需求美甲助教救援。从美甲实习的部分开始，
它就是有和客人收钱的时候了。那既然有客人付钱的动作，你就得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追求最大的目标就是满足客户需求。不管老师认为你画的好不好，助教认为你画的好不好，客户认为你画的好不好才是重点。当然啦，很多时候尤其是新人嘛，一定会把事情搞砸的嘛。因为刚才有说，有付费的跟没有付费的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总是会把事情搞砸，搞砸怎么办？没关系，因为我们有跟班助教，所以这个时候跟班助教就会出来救援。例如说，你帮别人画小花，画玫瑰花，把玫瑰花画成大白菜，那怎么办？赶快请助教来救援。助教顺便教学，顺便救援，好让客户能够满意的离开。总不能够客户虽然付了300、500，可是非常不爽的离开，这样也不好吧，对不对？所以美甲助教会跟班救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现学现卖，尤其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现学现卖，技术会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这叫做有压力的学习。嘿嘿，好棒棒。好，10，下午或晚上每天排1位。时间的部分呢，就是延续了过去美甲练习的时间，一样是可能1天3个小时。假设了如果说今天是下午上课的话，那就是晚上做实习；如果今天是早上上课的话，那就是下午做实习。然后我们可能每一天排1位，排1位客户给你就好了，对吧？因为1位客户大概3小时。可以啦，慢慢做啊。新人我知道大家新人有时候做个指甲可能要做4、5个小时都有可能，所以每天排1位客户，压力也不要太大，边做边学，带状练习，半职业美甲师了嘛，对不对？D，美甲店实习教室。有关于实习的部分有2种可能都可以。一种是直接去美甲店实习，也就是美甲店给切出一个地方，或是直接和美甲师混在一起，使用美甲师用的桌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实习教室。如果说呢，今天所有的学员都要迈入了实习阶段的时候，那么原本的那个教室就可以改成实习教室，也就是说那个教室可能整理整理、收一收，而成为一个半职业式的场所。它的装潢方式可能也会和美甲店很像，然后结构方式也会很像，只是没有美甲店这么高级而已。好，那是个固定的场域。老板娘，好，美甲学生累积作品，哇，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美甲学生累积作品，在这个阶段我们会需要所有的学生，他做完所有的作品都要拍照，尤其是做之前、做之后，然后做一个完整的对比，以及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累积。那这些东西我们会累积到后面创业的部分来做说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得记录，而且不是只有照片而已我们可能还有影像，或者是可能还做一些其他多媒体的一个配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在这个阶段呢，也可以去练习怎么拍照，然后怎么去设计灯光，怎么设计网络宣传上的排版这个很重要。所有做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拍照，一定要记录。美甲学校的创业辅导部分，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如果已经到创业辅导部分的时候，可能已经上了4个月、5个月左右了。好，这个时候前面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而存在，那就是美甲学校的创业辅导部分。所有的努力当然是为了要产出金钱，对不对？我们学美甲嘛，当然是一来是为了兴趣，二来是怎样要赚钱呢？不赚钱学来干嘛所以说一个美甲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确保学生离开学校前就已经拥有足够养活自己，然后获得不错生活的能力了。好，那这部分一样分5个部分。第一个，人美甲店老板亲自授课。创业包含很多种，有在家里面自己开工作室有开一间美甲店，或者是加盟加盟你宝贝成为一个加盟店的店长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去一间美甲店当职员，或当一个很厉害的美甲老师也都可以这都属于创业辅导的部分。可是每一条的不同的路都有不同的准备工作，都有不同的挑战，都有不同的收入都有不同的结果，甚至是不同的磨难。那这个部分呢，就要由美甲店老板亲自授课，要教大家你要怎么去选择你想要的路。而且这不是只教某一块，这应该是每一条路都得教。
因为大多数的人在创业之路上面可能会碰到很多不同的状况。像我们李宝贝我们就有个人工作室时期、小工作室时期、路边小店，然后路边大店，然后到后来还要持续扩张的状况。所以说这不同的创业方式、不同的创业历程都有不同要面对的东西。那这个时候美甲店老板一定要亲自的来授课，来讲一下该怎么做准备，甚至是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是学习拍摄、剪辑、文宣、广告，在我们整个课程最后面越来越往后，尤其是最后面的1个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习如何宣传自己。所以做好了你的作品之后，如何拍摄，如何剪辑，像早期我们会学会做指甲之后呢，如何拍摄，用很好的相机，又用很好的灯，然后拍一下 Photoshop 一下，变得漂漂亮亮，然后放到网络上面去。可是现在是新时代了吗？很多人都知道照片是可以去 Photoshop 的，是可以处理的，所以现在的客户慢慢的也没有这么相信照片了，所以就进入了影片时代。换句话说，要怎么拍影片，如何用影片去呈现你的作品这也是要教的。另外，如何在社群网站上宣传自己，如何有自己的网站、部落格，如何有自己的频道，如何下广告，怎么下广告，怎样才算，然后怎么计算广告收益，这些都很重要，这些都得教。再来讲到10就是每周更新学员作品。在创业辅导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开始辅导我们的学员可以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美甲师。也就是说呢，很可能在学校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第1个月我们就帮学员准备好了他们自己在网络上面的专属的部落格、专属的区域，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更新他们的作品。学员呢，每次有什么作品就往上面贴，有什么作品就往上面 po，甚至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也会帮他们拍一些个人的成长过程。所以说这些东西呢，经过整整半年的时间，它会累积成很多很多的影片，很多很多的照片，很多很多的学习的一些花絮。所以这就是去佐证这个学员曾经这么努力，曾经这么认真去学过这一间学校的课，这是一些铁证。它就不像是外面那种随便买个证书说对我哪边毕业好厉害，不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每一周我们都帮学员更新他的作品，他学到哪边，他有什么样子的花絮，他有哪些的作品，甚至跟学员之间互动，跟老师之间的互动，这半年来会一直有作品出来，会一直有影片，一直有相片贴出去。然后到了最后面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一个领域。例如说，他可能在学校的网站上面有某个区域是他自己的，有很多照片，有很多作品，然后有外连到 YouTube 去，有很多的影片。那未来呢，如果学员要出去开店的时候，就会在他的专属的区域里面加一个连结，然后去引导大家去他的店看看。所以它是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会希望学员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作品，而且已经开始取得社会大众或者是网站浏览者的一个信任。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人他从高雄上来水指甲好了，学完之后呢，他回高雄开店。那这个时候 follow 我们的这些高雄的粉丝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哦，终于有训练好的人可以来高雄开店了。所以这个时候高雄的粉丝突然间就都会是他的客户就会跟着他走，让他一毕业一开店他就有生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每周更新学员作品很重要。学院官网、社群网络、YouTube 好了，其实这一项应该是在前面讲的创业辅导嘛所以我们在学院的官方网站上面就要准备好一个类似部落格区域，可以让学员不断的去更新他自己的东西另外我们也开始在社群网络上面也要帮学员做宣导、做宣传，所以可能学员在中期之后吧，就会有自己的粉丝团、自己的粉专讨论区之类的，可以跟学校这边做一个连结，互相的分享，互相的 tag， 然后把学院的这个流量导到学员的身上去，让大家对于即将毕业的学员有非常大的信任感，这样子他毕业之后才可以直接为他们服务咯。好，另外 YouTube 也是，在我拍影片的当下是2021年，这时候录 YouTube 剪 YouTube 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可对于学校来说，因为学校的资源比较多，所以 YouTube 并不难。那我们也必须要帮学生偶尔拍一些短片，偶尔拍一些他们的记录放在网络上面也可以当做学生以后一开始初步宣传的一个材料。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有没有发现，我们尽全力的在确保学生毕业之后，不但有能力，而且还有什么收入？人事实地。接下来是物咯，来物，照片、影片、文字、作品集。刚才前面讲的很多，所以大家一定会知道，会有照片，手的照片，会有影片，制作过程当中的影片，成果的影片，
另外也会辅导这个学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写出他们自己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慢慢去练习，把自己的风格写出来，去吸引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个客户群。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个人特质做出符合个人特质的作品并且去吸收符合个人特质的客户所以这都是交互影响在一块的。所以说这边又提到了作品集，影片、照片、文字加起来就是作品集。所以这个作品集不是以前很简单的说我做个本子，然后上面放上甲片不是这边说的作品集是完整的了，基本上很可能是一个网站，是个部落格，是一个网页，或者是个粉丝团，或者是一个粉专的一个呈现状态，它很完整的，非常完整。应该是辅导他们做出来的作品集是在学校里面就很完整了，而且它转弯转个身立刻就可以作为商用的一个作品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咯毕竟学生好我们才会好嘛。来结论，那个谁赶快来开一间。讲到结论才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影片的重点在讲的事情是美甲学校，我心目中的美甲学校，可是越讲到后面越像是我自己要开的美甲学校所以结论的时候特别提一下，原则上来说，身为一个美甲店的老板，我非常希望台湾能有这样子的美甲店。这样子的话，我们直接去这个学校里面去请人就好了。他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去毕业说明会，然后呢，去展示我有多可爱我有多好请大家来我这边上班可是很可惜的事情是，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学校，也没有学院，甚至补习班离这个差得更远。所以讲完这件事情，当然是希望有人能够赶快开一间为我们服务不然我们美甲店真的活得很痛苦。如果市场上面没有找到我喜欢的，没有找到我满意的，怎么办？根据我个人过去10几年的这个习惯，自己弄一个嘛这头大了你知道我们以前指甲的保养品不够好，没有我喜欢的，好自己弄没问题。后来凝胶呢不够好，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自己下单，自己下我们要的材质没问题。然后彩色凝胶不够好，没关系，我们自己下单，这都可以但是美甲补习班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我们非常渴望希望美甲学校、美甲学院的产生的时候，我自己开一间吗？我也不知道我努力了但是我们主力还是经营指甲店的，所以说录这个 podcast 最希望的事情是那个谁那个谁希望赶快来开一间如果真的开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东西，麻烦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学校，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你们教出来的学生好了，那今天就把我的个人的期待跟幻想稍微提一下。那希望有一天能够有这样子的学校去满足美甲店的需求，能让我们的美甲环境能够越来越好。今天讲到这里，有任何的回馈想讨论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拜拜。